好，俄乌消息，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现在慌了，因为呢，他看到这个12兆美元来自于美俄的密约正式的曝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这个密约的内容。另外也关心今天在俄乌的一个最新的前线战场。好，现在因为呢，这个泽伦斯基他透露一个惊人消息，他特别做一个爆料说，美俄正在秘密的协商一个价值高达12兆美元的经济包裹方案。那这个包裹方案叫做德米崔耶夫包裹方案，意思就是做什么呢？要放宽接下来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些制裁，并且美俄之间会达成一个比较长期的经济合作，代表的是呢，双方谈的不是停火这件事情而已了，是美俄接下来如何在战后来做一个分账表。那么来自于路透社也特别做报道，其实美乌在过去一段时间早就已经有许多针对于未来战事谈成的一些时间表，要求乌克兰必须做到哪一些的事情。那么可以看到，美国要求说，乌克兰你3月份要达成和平的协议，5月份你要做公投跟全国大选，6月你则是必须完成相关的协议。但是乌克兰是立刻打脸，他认为说，你讲的这些筹办的时间是要至少6个月以上。包括你要修改这些法令，也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哪有你美国说的这么的容易呢？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请教蔡委员怎么看？委员怎么看？这个美俄早就已经谈成了这个战后的协议了吗？川普早就跟这个普丁谈好，泽伦斯基一定要走人了吗？委员怎么看？泽伦斯基迟早走人了。他不是弃子，也不是，他就是废弃物了。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如此啊。那我们看看，他说要6个月的什么选举时程，日本几天啊？这个看着宣布结论选完了，对不对？好，这个都是一个说辞啊，一个说辞啊。你那个整个泽伦斯基啊，在抓那个征兵啊，那种征兵办公室在抓人的时候，效率也非常高啊。那怎么办？这个办不出来，很简单。他想拖嘛，他想拖，不想下台啊，因为下台现在命运未卜啊哈。至于所谓的德米崔耶夫包裹，德米崔耶夫是谁？德米崔耶是俄罗斯普丁的谈判代表，也是他主权基金的 CEO， 叫 Dmitriev 啊。然后他把它形容成这是他的包裹，然后把它说成12兆美元。这个12兆美元基本上讲的说，俄罗斯每一年贸易量有多少贸易量的制裁要取消。啊，那这个他也把它算成这个包裹，所以他讲的经济包裹方案，这个根本既也不是投资，也不是支付任何现金啊，所以把这个贸易额当做一个包裹方案，没什么，因为美国迟早是要解除俄罗斯的这些制裁的嘛，已经很明显的哦。那其他的就是要达成和平协议，他要他割让领土嘛，那这个对他来讲，他不想答应嘛，因为我一再讲过哈。对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他认为你反正俄罗斯有能力拿走领土啊，你有能力占领了，你现在有能力占领，干嘛要我同意呢？对，我同意变责任我谁挑嘛，这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嘛。那第二个啦，其实俄罗斯的逻辑刚好颠倒了，我已经占领了，我就是要你同意，所以两个人就僵住了哦。那这个是谈判的，那我想这个美国的策略是要叫他滚蛋，找一个新的人来签字啊，哦。这个李鸿章不签字，找王鸿章来签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因为泽伦斯基哈，我只能这么讲了哈，他本来可以得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啦，但是走到政治里面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卢落脚。他以为政治上可以像写编剧一样天马行空的编故事，他错了，政治上是要讲实力的，一翻两瞪眼的。他最近不是讲了很多谎言吗？哎呦，我们乌军打到现在，我们只死55000个人，我不晓得在座有谁会相信他这种说法。好，然后他讲说，哦，俄罗斯死亡多少人，到现在还在讲谎话哦。当然有时候美国人配合他登他的说法，配合他说谎，但这经不起考验的啦，经不起考验。那冬天马上过去了，俄罗斯的这个战线要开始往前推了嘛？对，这个也是对川普很急的地方。对，川普不想说到时候完全是让俄罗斯以实力取胜，那你是欧美国家老脸往那边摆，那欧洲国家那边哦，这个如果说泽伦斯基是诈骗集团的首谋的话，欧洲国家就是车手。怎么说呢？整天讲说你去打
我给你钱，到时候也没钱也没武器，那光让他一个人像傻蛋一样站在前面。但是最可怜是乌克兰老百姓，他就是一个像被电信诈骗集团骗的人。哎呀，你要爱国啊，我们要打俄罗斯啊，而且我们一定会打赢啊！这个我们只要全部动员啊，美国给我们钱，给我们武器啊，那我们就能够打赢啊，等等。就像东方某小岛现在在演的剧嘛，一模一样。因为政治的跟军事上的实力一翻两瞪眼骗不了人。那以前他们就希望说，这场战争能够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我第一个时间我就想，俄罗斯经济怎么可能打垮呢？那绝对不可能。你看过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头上插着核子武器，你打得过他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所以泽伦斯基再见，拜拜。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谈判，美俄之间的谈判持续进行，泽伦斯基可以说是无能为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俄罗斯他在军事上面掌握很大的优势，尤其是第一线战场。在最近冬季已经快要结束，他持续的推进在领土，我们看到他出动了非常多的武器，全速的推进，当中包括了出动他的图95轰炸机，还有发射2枚的匕首高超音速飞弹，数十枚巡弋飞弹，400架无人机，还有乌克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能源设施、电网、油库都一一被打穿。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看到泽伦斯基持续的针对提供俄罗斯无人机、飞弹零组件的外国厂商，包括了中国等等的国家来祭出警告。吕舰长怎么看？之前这个泽伦斯基对于欧盟或者对于美国，其实它是一个垫脚石，也就是如何去消耗俄罗斯的一个国家领袖。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障碍物，而且还是活动障碍物。也就是我去哪里，你正好挡在哪里。也就是我现在要跟对于美国川普总统来讲，他现在就是要跟俄罗斯普丁达成协议，尽快达成协议，这样他才可以从东欧抽出手来解决这一个伊朗的问题啊。那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同时打2场战争的一个实力，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那我们现在还有人注意到说，俄罗斯有哪些？对不起，乌克兰有哪些前进战场嘛？我们以前大家都可以讲得出来，库皮扬斯克、红军城，现在大家还记得哪一个？我们刚刚讲的2个城市，第一个红军城已经被拿下来，第二个库皮扬斯克，乌克兰正在苦战之中，即将沦陷。所以我们讲到大家以前都讲东将军，也就是冬天非常的寒冷，对于交战的双方其实都是一种围困，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不需要人跑到户外去作战，现在靠的就是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的能够选对地点，然后选对目标进行攻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如何选对呢？你选对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要你会不会被电子干扰？那你使用这一个光纤无人机，你会不会遇到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陆上面全部通通都包着渔网，保护他们的一个基础设施，是不是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如何解决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泽伦斯基继续犯错，他犯了什么错？他制裁中国的企业，他有想到吗？他的这一些无人机的装备，连同他的一个涡轮发动机，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啊！你现在要制裁，我讲的是真的，他是在淘宝上面买的。那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现在还要制裁中国，那他如何为后续攻击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做打算？所以我们这样讲泽伦斯基现在呢，他已经是慌了手脚，他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迪米崔耶夫 package 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川普想跟普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泽伦斯基签名了，他同意了，他应该活不过几年。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一想，当初有多少人听到他的号召之下要加入北约，要收回克里米亚，因而发动了这场战争。现在
克里米亚没收回，也没办法加入北约，还要再割让四个州的土地，然后还死伤这么多，惨重，5.5万，可能是10倍吧，应该不是5.5万吧。那如果死伤这么惨重的情况之下，我们讲到不讲别的啦，亚速营的这些弟兄们会饶过他吗？一定不会。他现在找他的安全局不断的去暗杀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官员，他未来会不会也遭到这种下场？对，好，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5.5万人这个死伤，其实是来自于士兵阵亡的数字，其实是来自于泽伦斯基他的说法。那其实完全跟这个美国智库 CSIS 还有这个欧洲统计的说，这个伤亡人数达到100万，有惊人的差距。包括了这个来自于乌克兰的新任国防部长也说，现在乌克兰遭遇的就是兵源告急、逃兵成灾，前线快撑不住。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先讲一下，我刚刚看到这个。因为讲这个密约，我是觉得蛮有趣的，非常清楚的，对美国的利益谁比较有利？当然是俄国，对不对？从普丁来看是另外一个普啊，不是从川普来看是另外一个普，叫普丁对他会比较有利。所以他任何跟乌克兰想叫他和谈之前，一定是先跟俄国谈，就跟28点协议在去年11月提出是一样的。这个28点协议里面呢，当然除了这个领土还有这个核电厂这个孜孜不绝之外，其实有些东西已经都达到共识，就是最后要让俄国在慢慢的这个经济制裁要松绑。就是我觉得这个密约其实就在续去年28条合约之内容之一。但是我现在要讲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死伤多少。那您要我这个去分析到底是真是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假设有一艘200人的渡轮，结果在这个海上那个遇到了风浪倒了，这垮了就沉到海里了，就找到了55具尸体。你告诉我说他总共只死了55个人，这个就很难去说是事实嘛，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去爬文，我们只能从文字上去看啊。现在分析的确是看起来俄国死了5.5万人，但乌克兰重点是他有20万人的逃兵。那么这些人到底生存与否，你不知道。当然，从这个角度又看，更可怕的是，我也收问到，乌克兰这次为了打仗，有200万人因为逃避征召跑掉了，你知道吗？遭通缉，我觉得是有趣的事情。所以乌克兰在现况之下，你要怎么去打？刚讲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蔡委员讲的非常好，就他这个演员，你知道吗？演的有一点就是看错了这个方向啊，走到政治上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他走错了舞台。你今天是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在加州当州长，再怎么样差，我跟你讲，美国就是有底气。川普那也算个扮演员，你知道吗？雷根不就是演员吗？也是一个三流角色演员，在美国也演得很好，因为舞台不一样。所以你在乌克兰再这样走下去，我们只能看说你只是这个舞台这个小丑在这个国家绕城绕局一直绕下去而已。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